小大夫怎么还不更新？他自己不想更新，我没办法。随他去吧。他不更新，我能怎么办？在摇椅上只为听一个人在客厅，只剩下壁炉里的光影，木材在燃烧的声音，画面像离家时的风景，我那年的决定，许下的愿望都很好听，泪却红了眼睛。你说想哭就弹琴，想起你就写信，情绪来了就不用太安静。你说爱了就决定，累了就别任性，原来感觉是如此亲近。
1周前刷到周30，现在彻底离线。你们怎么刷到的呀？我最近发现好多人跟我说刷到这个我的剧，怎么刷到的？突然有这段时间，有1、2年前吧，3、4年前的东西，你怎么刷到的？抖音里吗？别人剪辑片段啊，谁呀？谁剪辑片段就是突然让你们刷到了。我们自己的账号剪辑片段的话，就是会被限流。别人剪辑的就可以让大家看见，我们的不行。感觉这段时间有好多人都刷到了。你说想哭就叹气。捞了好多年，被捞了好多年，自己也享受了呀。那你能怎么办？不要后悔做一些事情啊！我觉得后悔做事情，我觉得是最蠢的一个行为。不要后悔。他来他走，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后悔啊，对吧？我是这么觉得啊。每个人出现啊，包括离开，对你都有一些意义啊。反正我没后悔，我没后悔过。爱上图图怎么办？爱上图图就要努力，兄弟走了吗？什么话？从哪儿说起的？什么意思？没听懂。
谢谢。王菲很多歌啊，王菲翻唱的歌都很多。喜欢上土豆就要多努力，变成肌肉男。对，土豆喜欢肌肉男，喜欢肌肉男，多努力啊！对症下药，对号入座。对，我不洗胸啊，我不洗胸。我洗肌肉男。土豆喜欢我吗？你是早睡早起了？我3点多起的。你洗胸，可以啊。翻那个私人公园挺好听的，私人公园啊，也是王菲的歌，捉到活的了。我偶尔会直播，我是不是你喜欢那种土豆？你不是。咱们主打一个就是什么，不忽悠人啊！你不是。下部剧什么时候能看到啊？下部剧看看有没有投资的。我们每部戏都是会有投资人，然后有投资我们才会拍。你喜欢哪种？我喜欢小大夫，我喜欢小嫩娃啊，年纪小一点的，我不太能接受，就是比我大很多的。小猪猪可以吗？小猪猪，我喜欢肌肉一点，纯猪的话不行，纯猪不行。我喜欢那种就是白白净净的，然后有一点点小肉，然后又有点小可爱那种。你我都看不上，这个叫小盒的。那我挺喜欢虎虎指这样的，我还挺喜欢虎虎指这样啊。小茉莉最后会不会去了茉莉花海啊？你说剧情原定剧情就是死了啊，原定剧情就是死了，好无言，你可以网暴。没事，我喜欢你，可爱。原本剧情就是林那谁死了，然后死一边去了，死远远的了。为什么那么多白发？注意身体，白发不代表身体不好。什么是那个身体不好的？就是没头发是身体不好，白发还行。
有头发就代表还行。天天吸能不白吗？对，他一直有是的。心事重，拜托也多，还行吧，我觉得还行。最近有烦心事儿，最近情绪有烦心事儿。国庆第一次播，以后会不会跟孙大虎开出的可能？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现在孙大虎他就不想开，因为他可能我也不知道，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但如果说他要跟我开的话，我还是会很想就是说再次合作的，因为毕竟是我第一个打的，我还是想有机会啊，有机会还是会合作的，但是他暂时不想。没事，睡了到3点。芝麻3什么时候出？除了芝麻还有其他的系列都可以看。芝麻就差不多就结束了。这个呢，会考虑多元化吗？这个不感觉都是，会啊，因为本身我也不喜熊，我不是那种绝对的喜熊运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列为熊圈的一员了，所以就是我现在接触的都是熊，我身边的朋友也大多都是熊。我没有说一定要选熊当演员的，但是他们，比如说我找一个人当演员，然后他们就说，哎，那个不是拍那个熊剧的吗？对吧？他们就会说，这不是拍熊剧的吗？怎么样？找我干嘛之类的？所以就是被标签化了。但其实我个人，我觉得确实要多元化。你几任男友都是熊也不算，我第一任、第二任不是第一任、第二任不是。对，标签化了，是啊。小大夫是熊，小大夫是小猪。我觉得他不算熊，他算小猪。你知道我现在也是猪，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可是完全没健身。这么在那个 B 站上看。最近我感觉就是平时我这个脸就是你们看一个人就是胖不胖，其实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正常的他的这个脸的这个流线是顺着的，但是它是凹起来的。你看我这么往里推就稍微好一点，你看这个肉就明显这块脸就是嘭嘭着这块你看正常的它应该是就这块肉应该是有一个流线的，就是凹进去，它这个不是它是弹回来的。想要熊脸
胡子留长，胡子留长也胖，我现在就是胖，还是胖，就是不愿意动弹，就天天在家躺着。国庆期间，然后又有很多的心事儿，所以就哪儿都不想去，烦心事儿就比较多，天天在家宅着，能坐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那种。瘦瘦的比胖胖的有啥区别？你猜他为什么叫瘦瘦的和胖胖的？现在是在睡觉。国庆不出去玩吗？没钱，没钱。年轻帅气多了，是不是做了什么医美项目？我把胡子刮了，然后把那个头发染了，所以看着年轻。昨天看了小茉莉哭死，能看懂吗？我小茉莉就等于扑街了，就小茉莉就等于扑街了，就是等于很多人都说看了看不懂，不连贯，说什么玩意儿？但我觉得你们一次性看完还觉得连贯一点，你像他们一周更一集的，他们就觉得完全不连贯。看得懂，就是你们是一气儿看完的，他们是每周更一集，所以你想想，它就不连贯。对，一次性看完就能看懂。对，哭鼻涕把泪把，那你得吃点那个贝洛芬呐什么的，就是这个。国庆期间没出去玩，没查，妈查，这样就没查。本来国庆期间想买一套房子的，没查。三对有点混乱，是的，就是其实是我对那两对没什么信心，就是拍着我就烦了，就我就觉得他们就是达不到我的预期，所以我拍着就，差不多得了，就这种。法令纹挺深，是因为这个光可能好一点啊。你说法令纹这个东西，它肯定是有的啊，就是光它不一样，再加上可能滤镜也说不，就是没做那些东西。其实你要看我真人的话，你就能看出来我是一个特别糙的人，就是美颜其实帮我好多。你和另一个酒吧老板看的脸都盲了。在哪里可以看见？在现在店也关了，你们看到了？等我下次再做什么店的话，或者说在拍区做推广的时候，可以去见一下。另外一个酒吧老板，那个酒吧老板长得比我好看，我觉得他长得很好看。哎呀，谢谢这个特效。对，我在深圳。那个酒吧老板其实就那个叫阿赞的，是我来深圳，然后我刷抖音刷到他，然后我就说，我天，这个人长得真的好看。对，他是配音不如你，感觉起来，他们就是没有经验。其实他们是没有经验，我觉得让他们多拍几部，他们也有经验。
龙二最出彩的，那他还不想要他这个角色呢，我也不知道为啥。当时我给他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就不想要，搞不清楚他怎么想的。这个角色多出彩啊！他更想要那个王志远，还会有新作品吗？有，过一段时间吧，看看有没有新的投资，我们才会拍。因为剧的成本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每一年我觉得这2年就够呛，因为这2年大家都没太多钱，所以就是也没有人去投资。等经济好一点，我觉得大家就是那叫什么？酒饱思人欲，饭饱思人欲，反正就大家就闲钱就丰富自己的精神。对，是的，现在就是大家都没钱。卡卡会挑角色，卡卡没挑角色，卡卡是我们给安排的。跟我回家讲的故事比芝麻好。跟我回家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那个生活的更接地气的生活所以就是他喜欢这种家庭感，就是恋爱感，我觉得你就看这个就好了但你像芝麻，它就属于一个人的一个发展，它不是一个恋情的发展就是重点不一样。它其实你看跟我回家，它其实是讲的是什么？讲的是2个人相处，然后对待感情，然后彼此的变化成长之类的。但你看芝麻其实就算是周明磊一个人的成长也不一样的。有一幕非常不匹配，昨天晚上怎么样？你说还行，我觉得这一幕，我不知道你在说哪一幕，等你回家一共4集是的，是等你回家一共4集。今年才看茉莉特别好学，有机会吧，有机会可能会给大家拍后续。小茉莉剧情最后怎么了？就茉莉2其实小茉莉2其实剧情就是我去疗养了，然后在疗养的那个地方谈了一个新恋爱，然后龙2也找到我了，最终我在这个新恋爱和这个龙2之间我就选，但是最终我死了最终我死了是第2部，其实是这个剧情。猴一点市场都没有了，我还挺喜欢猴的事后第2天，对方问你觉得我昨天表现怎么样？还可以。喵，你说的是哪一部戏啊？我怎么不记得有这样的桥段？喵，你们看喵，你们记得有这样的桥段吗？什么第2天我问他怎么样？有吗？是哪一段啊？我跟谁的一段感情啊？怀念这些，冒昧问一下有没有身高超过1.8米？没有没有，我挑演员其实不愿意挑特别高的，
我喜欢小矮子，所以我挑演员都是挑矮一点。捞女捞男有区别吗？没区别。身高差距拍戏会尬吗？这没找过啊，没找过。回家的男主看着也很高，他1.78米左右。我1.75米，他1.78米。但是可能是因为他那个角色就显得他非常高。卡爷1.8米吗？没有吧？长得好像沈腾，看到龚大湖公主抱的时候眼睛小大夫17吧，17吧，170吧。小嫖客也没有180，小嫖客176左右吧。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就反正拍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跟气场有关系啊。就比如说，如果说我也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就是比如说我会跟别人不熟的人，我跟他们就是见面，我都会觉得他们非常高。但熟悉了以后，我觉得他没有我想象那么高，或者说他怎么突然变矮了，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可能就是因为熟悉，或者说你的气场比他大了，对，所以他就会变得矮了，对吧？对，看习惯了，就是有的人呢气场就是比你强，对，就可能就是看就是比较矮。我以为你小黄车里是减肥的啊，它是个吃的小黄车。现实是开酒吧是开酒吧，但是不开了又。芝麻好像芝麻里的都找到另一半了。我看都有谁，龙二好像还没有，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因为也好久不联系了。但我觉得龙二应该没那么容易，没那么简单。还有川田我也不知道，小馒头单着啊。对，小馒头也单着啊。龙二在等你呢，就你不知道，不要胡说八道了啊！我什么东西呀我？看到我俩在一起，没有，只是我俩个性不太一样，我只能说就是个性就是太不一样，也可能是我不了解他啊，我喜欢主动的人，说实在的，你看我是主动的人，然后我也喜欢主动啊。小孩类型的，我现实当中我就是喜欢小孩类型的啊，我现实当中我喜欢小孩类型的，我喜欢就是幼态一点的，就看着未成年这种。人家开始把你当宝，最后把你当草是怎么回事？是哪个剧啊？
老男人哭死，老男人就是适合当朋友。他看不到我信息，你说什么了？你们会讲什么？口气会不会软软的？你紧张的想哭，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龙二是台湾的吗？不，他是大连的。是啊，我看见了。那你让我说什么？盼想西城。你这句话，你让我说什么？我应该怎么给你一些反馈呢？对吧？你说这句话就让我没有办法给你反馈。创作的歌曲啊，有的时候是为了剧去创作的，有的时候是感情里真的很委屈创作的，感觉壮了很多，明显是胖了很多。好多圈内主播天天打 PK，打 PK 也挺好的，我觉得挺无聊的啊。取了 like 的谐音吗？什么叫 like 的谐音？什么叫 like 的谐音？谱子是自学的吗？我是上过北京现代音乐学院。like 也有像的意思，所以什么意思？我没懂啊，越来越像你。我懂你的意思啊，我终于懂你的意思，就是越来越像你，其实就是被你影响啊。小大夫叫你老范吗？他叫我老公多一些。你怎么不理我？我没有不理你，我是学音乐的，我学过，但是没学多长时间我就放弃了。是那个，去北京学的，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没学过声乐，我是学的是编曲，我没有学声乐，因为我曾经找过那个就是声乐老师去调，因为你知道，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的发声或者说我的声音，包括我的唱法，就是不是正统的那种方式，所以我当时有一个就算是公司的人，然后这个说找那个呃特别牛逼的声乐老师帮我调一调，结果那个声乐老师跟我说，跟公司说，他已经非常有特色了，而且就是他不用改，就是这就是他的唱法，他的特色，你要改了，反而就不是他了，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是那个老师是非常牛逼的老师，我们其实也打算花钱去请这个老师去提高一下我，结果人老师不收，嗯。这个直播间非常有素质，不会乱叫爸爸。别的直播间总是这样吗？是推脱的话，不是推脱的话呀，因为你们想想，一个声乐老师，他就是再牛逼的声乐老师，他其实也是要赚钱的，你们懂吗？他是要赚钱的，要赚钱，嗯、他完完全全可以收我这个学生，他之所以不收，他就会觉得说，就是没必要，就是没必要，觉得他应该不要我，为什么不要呢？他就是赚钱的呀，对吧？你就像我们看那个演技类的那种老师，
他们就是在收学生啊，然后一个学生收十几万、几十万的那种，好像几节课收几十万的那种，我们也是可以啊。嗯，为什么总是早上播？想播就播，没有太多的想法啊。这两个歌没感觉比现在的流行歌差到哪儿去，所以这两首歌是大俗歌嘛。当时就是我跟李代沫是认识的嘛，我就让李代沫听那个《救赎》那首歌，啊，听我的歌，然后李代沫说啊，特别喜欢《救赎》这首歌，他其实如果说要挑的话，他就会挑《救赎》这首歌。我说啊，《救赎》这首歌确实适合他啊，他的声音本身就比较暖。这可不是口水歌，嗯，就有灵感的时候就能写出来。现在没灵感，你让我写特别悲伤的歌，我觉得就是在赚钱应付啊。现在可以写生活磨出棱角，磨平棱角。我现在我最近有，哎，我都说了好几遍了，我说我最近有烦心事儿，然后你们没有人问我为什么烦心是在哪儿，就是烦心。我最近有一个特别烦心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多少深圳的人啊，就是深圳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深圳取消限购了。我特别想在深圳买套房，然后我看了一个房子，总价1000万，然后1000万，然后呃贷款要800多万，然后就遗憾，对，买不起，就是压力会非常大。1000万够花一个月供3万5，3万5，3万6吧，3万6，就可想买那个房子了。那个房子就是属于深圳的就是市中心，关外不贵，所以我挑的是福田。考不考虑小产权？我现在就是小产权，我现在有一个，想开了真不如租房，就是执念啊。对，月收入起码10万，是的啊，就挺遗憾的，就是要知道，就是说深圳会取消限购的话，我就不买我现在的房子了。就我现在就打算把我现在这个房子，打算低价卖掉，然后，呃，还是想着有机会去在福田买一个房子。我现在的房子是72平，对，会遗憾啊。现在这套房子是400万左右，但是现在卖的话只能卖300万。看中的这个是多少平？看中的是110平，
单价到9万多，你再等等，你可心急了，就可心动了，你知道吗？有贷款，有贷款，贷款还有140万左右。比你们这儿贵3倍。就是我会觉得说，哎呀，居然能等到深圳，就是不限购啊，取消限购这个事儿，所以就有点心痒痒的。刚才有人说那个你现在做什么行业？我现在啥也没做，因为我把酒吧都关了嘛，酒吧关了，然后我想躺平，1-2年，然后1-2年之后看看经济好一点，我再去做那个做其他的动作。这2年就想着躺平。对，是的，酒吧盘没，我酒吧没有盘出去，我酒吧到期了，就没再做。为啥关酒吧？压力太大，压力也是大。说实在压力挺大的。压力大的点是在于，我一直都觉得我好像是一个人在前行，然后又要养很多的员工，然后再加上总要应酬喝酒，我其实有一点点，我觉得是身体熬不住身体有点就是，虽然说我也不怎么在店里啊，总觉得就是费心费力，很麻烦。这个事儿就是开店就是很麻烦，我就不想做了所以就这1-2年就想躺平，因为我觉得我30岁到34岁，我一直都没有休息，就一直在做生意。就想着说，这1-2年我就放松一下，反正经济也不好，别贸然的就是说投资了，对吧？咱们就是好吃懒做一点也没什么坏处，对吧？是你本人的吗？不是我本人的，是那个粉丝在打理。嗯，你多少岁了？我34岁。我34岁。这2年可以写写歌。现在这个情况好一点点。就你说人生在世，你说，嗯、对方问你善男女，我都不记得有这个桥段了。经济不好，基础娱乐应该就还可以。高志鹏那里，我不记得。和 F 那场我大概记得，什么高志鹏那场我不记得。F 那场或许说了吧，或许说了，但我不太记得，因为 F 本来你怎么认识 F 的？你怎么知道有 F 啊？你以前认识的？哎呦，他现在好吗？他现在怎么样？
帅哥，你可以写一点积极向上、振发什么什么歌曲、神曲，这样可以赚大钱。这这那个叫猫猫的，你管是我回复不了你，就是你说的话吧，就明显你就不是做这行的啊！你要做这行的，你不可能说这句话啊，都会重新相加一起。不是啊，看完我的剧，好多人都分手了，好多人都分手了啊！就是看完我的剧，就是觉得自己又行了，宣告独立，不做爱情的那个傻瓜，都分手了，嗯。不，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一首歌它怎么火呀？它怎么火？它是有运营的，这首歌它不是说它一定能火的啊！就怎么说呢？它是得有人花钱，它得做宣传，它得那个砸钱往上砸，你们能懂吗？就是这，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首歌它为什么它能火呀？它就是买榜了买榜了，或者说就是让别人去翻唱，让别人翻唱，你得给人钱，翻唱的越多，然后这个不就火了吗？对不对？它其实是需要运营的，它需要拿钱砸的它不是说你们看到就是一首歌它好听它就会火，它不是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对啊，100万年前拿钱砸，嗯，拿什么钱砸？你说他跟金火火那个合作那个事儿也是公司的运营方式因为我认识熊猫堂的公司的人，所以他们就刻意找的金火火去合作的啊。这个这个不是说你信不信的，这个是我就认识他们，我就知道这个事儿。嗯，这个不是说你认不认同这件事，他就是已经在做这个事情啊。那不然呢？那你想想，金火火为什么会唱他们的歌能唱得着他们的歌吗？金火火为什么会关注他们的歌？他们都不是一个圈层的人都不是一个，对不对？哎，他不是一回事儿我是帅兄，我哪帅了？我都不知道什么他叫什么。什么时候上 KTV？KTV 也有，你们要去那个什么唱唱唱诵还是送什么？哎，那个有一个就是那种特别便宜的那种 KTV 叫唱唱吧送唱，那个 KTV 我不怎么去，这都很多年没去了。唱吧叫唱诵，就是一个特别便宜的一个 KTV，前几年还挺火的呢，在北京。小朋友怎么收获爱情？小朋友怎么收获爱情？小朋友就是这是你就健身，你健身吧，嗯，小朋友健身，喜欢胖胖的你。你说能去
老师，你有没有办法？之前也健身吗？这话问的，这话问的，健身啊！就我最近有段时间就是比较懒惰啊，你知道，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胖的要死，嗯，因为我每天睡15个小时左右，然后吃饱了就躺着，躺着就困，困了看会儿手机，立马睡着。每天都没什么事儿啊，就天天我说的躺平，真的是在躺平，嗯，15、16个小时，因为每天没啥事儿干，早哥你好，嗯，就是没啥事儿干，我跟小大夫就我俩对培养一下兴趣爱好啥的，没有啊，我们的人生体验已经很多了，再加上总觉得国庆期间去哪儿都堵，然后就不愿意动，打会儿羽毛球不爱动，就每天都躺着。今天是我坐着最久的，呃，就是平时我都是躺着，我是栽歪着、趴着，就反正不会坐着。你说深后去叹气，不拍电影吗？没有，现在没有人投资，然后等经济好一点，看看找投资再说。早上好，你好，绝后说，绝后出去玩儿，我没钱出去玩儿，我要攒钱，我要攒钱买房子。你们在哪个城市？上海吗？我在深圳。有没有养宠物？有的啊，我养了一只拉布拉多。没有投资啊，浩浩，那叫浩浩的，没有投资，所以就是再等一等。没说啊，写剧本都是一个人，是的，都是我自己。是猫吗？拉布拉多是猫吗？咱们就是，哎，拉布拉多不知道是啥呀吗？嗯，男宝是的，所以我们只能等。会重生吗？龙二等你没有听过呀？嗯嗯，心潮澎湃的，是故意搞笑吗？因为他真的是直男啊，拉屎拉的多吗？看他吃的多，他就拉的多。嗯，喜欢看你和龙二亲嘴那集，哪一集啊？没了，实体营销兵哥没了，就这一个，跟我回家，等你回家啊，跟我回家，等我回家，啊，跟我回家，等你，等我回家，等你回家，还三个啊，等你回家是连着的啊。B 站视频是全，我不知道全不全，我没整理那些东西啊。对，那个都是我自己写的剧本，看完不敢谈恋爱，你猜他啥原因？看完不敢谈恋爱，就是我的剧，我希望能传达一种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大家
不要不要为了一棵树上吊死。你看我，你看我这几年，哎呀，哎，这这干嘛？就是好多好多啊，嗯，爱就爱了，不爱就不爱啊。每部都有主管，主管故事特别多，主管故事特别多。没有啊，他故事很少的。嗯，九月，九月是写异地恋的，九月是写异地恋的。嗯，你跟老刘认识？我跟哪个老刘啊？同志之间就是熟悉了再换，觉得太想念了，怎么在一起？有播吗？主播小兰上有播吗？小兰上有播没播？刘壮石不认识。悲伤，拔河也好听。拔河我觉得换一个人唱会很好听，我唱的一般，因为我觉得我的声线就有点勉强了，就是我觉得就是你音域再宽一点的啊，唱这首歌会非常好。咱声音条件有限啊，所以就是有朝一日如果说有那个好的歌手来翻唱我的歌，或者说直接买版权的话，我就挺开心的啊，有点害怕这种感觉。嗯，就那个父皇，你这种说害怕这种感觉，就是，嗯，我们都知道人要死，包括我们都知道养狗也会面临着，就是说狗狗寿命到了，那你难道不养了吗？对吧？嗯，就他不用考虑太多，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阶段。对啊，是啊。每次写歌都是怎么找灵感？就悲伤啊，你谈恋爱啊，谈完恋爱然后被甩呀、就有灵感了呀。就别人伤你，然后你就有灵感啊。啊，我有好几首歌就写的特别针对性。呃，你跟胡二有合作，是的。嗯，我顾炮他发生了3次关系，但是好像什么，是不是又要找个新人聊？是不是要找个新人聊？看你需求是什么。对，看你需求是什么。就比如说，你真的就是说想要大爷们儿、大身体啊，你就需要这些东西，你需要别人填满你，对不对？就那可能是你有这个需要啊，那你就随便。但你要是追求心理的一个诉求的话，我觉得还是呃不要频繁的换来换去啊，对不对？啊，你就是找个心理契合的人，其实比较难。嗯，但你天生妖姬，你就是呃，就是就需要这些啊，你就干就完了。嗯，对，嗯哼哼哼哼，就会找你，他来这个地方就找你，你自己需不需要，对不对？这人都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说不出爱一个人，爱他哪一点，但是其实他就是不知道怎么总结。我喜欢一个人，一定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他啊，我肯定是有原因的。
对不对？我需要的是什么？他身上有这个特质，我才去喜欢他的。就比如说，哎，我需要的是陪伴，别人都看不上我，就他啊，还愿意跟我联系，我觉得这也是个理由。就很自然，就要去接受这些东西，对吧？到时候发给我看，不用发给我看，你的故事是你的故事，我 get 不到你的故事，所以我也拍不出来。更多的是我拍我自己的故事，就是我自己发生的一些事儿。我在拍摄的时候，我就能调动自己的回忆，然后我就能把这个小感觉拿捏住。你的故事始终对于我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故事，它不是一个经历，所以我不一定能拍出来。我感觉我总是见一个爱一个，怎么办？可以啊，那有什么呢？播放不了，那你就去你就去 QQ 音乐，还有那个网易云呗。嗯，也可以拍出，我拍不出来。嗯，我拍不出来，别人的故事我拍不出来。就是 get 不到别人的，我没有太多的共情力啊。说哒哒哒哒哒哒。我倒是很喜欢听别人讲故事。嗯，爱上直男，你们有过这样经历没？生不如死。没有，没爱上过直男，不懂。90后不应该头发这么白，所以呢，就是这没有什么应不应该啊。就有的人可能啊20岁就死了，那你说应不应该？他，这个事儿没法说，是不是？前两天找个固定的，我们情投意合，身上都可以满足。可是我母亲怕他孤单，可是我母亲怕他孤单。嗯，你母亲怕他孤单是什么意思？没看懂。气氛宝，我怕我母亲啊啊，是怎么了？你跟他在一起就是不能跟妈妈联系了，是吗？不通过交友软件怎么精确同类？发现不了，我发现不了。第一次我以为他喜欢我，表白了，然后就没联系了啊，错觉。我可是金牛座，我有钱，哈哈哈。So 就是什么什么，没太懂，就你们说，嗯，金牛座有钱，金牛座我觉得算是有钱的呀。嗯，是比较务实的一个星座。大家其实找星座呀，应该找那个土象星座，但是土象星座无聊，但是土象星座其实挺好玩的，就是就是好玩的点是在于它能给予你一些东西。我觉得土象星座基本上都是会让你能体会到生活感。嗯，就是生活的那种过日子的那种感觉。天蝎啊，天蝎就是性爱机器啊。青岛旅游啊，我觉得需要两个人互相珍惜啊。啊，升华一下更美啊。
现在就是很胆怯啊，是这样的啊，你母亲多大年纪啊？你母亲现在是单身吗？七分宝是单身吗？七分宝，你母亲是单身啊，单身，那你母亲啊，你现在能保证就是说你每周都能陪她，每天基本上都能陪着她，是不是？你觉得有你在，她就不会孤单，是不是？你能确定这一点，是不是？就你妈妈也是非常需要你的，你有这种感觉吗？啊，我和我母亲不在一个城市，所以呢，就是，秦文宝，你看我问这些问题，就是有你没你不都一样吗？他55岁，对不对？你考虑的东西到底是你是为了你的母亲，还是觉得跟他的感情你没有安全感？嗯，他其实就是显而易见，就是你担心的东西，就没啥用啊。你就算是去了你男朋友那边，你跟你男朋友能多长多久还不一定呢，先去呗。感情的事儿啊，别想着就是怎么样啊。你没有安全感的，你就不要拿你母亲当箭牌啊，你不要拿你母亲当挡箭牌。嗯，你不要说是为了你母亲，然后你才不去的，你是因为这个感情它没有那个安全感，所以你才不去的。你要搞清楚，一个单身女性55岁，她有自己的生活，嗯，她也有自己的生活，55岁也不是特别老，对不对？好难找到一个安全感，安全感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安全感一直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孩子们，你们不要就想着说这个人他有没有安全感，不是啊，你们就说的这些东西完全就不对啊，就是什么安全感，嗯，安全感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你比如说你男朋友出轨怎么样的，你出轨你就踹了他呀，对吧？你干嘛把这些东西寄予别人身上呢？对不对？他出轨你就踹了他呀，对不对？嗯，说白了，你指着他养你，那你就没安全感，你正常。你把你的母亲接过去啊，那个福运猫猫，你再在那胡说，他就把他的母亲送你家去，你在这瞎出什么招啊你？送你家去，都有工作长久才有可能。嗯嗯，就是长久这个东西，大家要不要追求长久？就是小幸运，我很好奇，就是你们感情一定要追求长久吗？顺其自然不好吗？这为什么一定要长久呢？为什么要期待它长久呢？就是顺其自然多好啊，都给你花钱，挺好的呀，说明你值得。对，我觉得就是，嗯，就是喜欢一个人会不自觉的，就是会给他花钱，为他喜欢的东西去买单。嗯，对你值得。
习惯在身边。为什么要习惯别人在你身边呢？就我觉得你精神足够充实的话，你就不会去考虑这些东西。老师喜欢一个人，肯定想长久在一起。我跟你们想法不一样啊，就是喜欢一个人，喜欢一个人，他是啊，但是你的人生光靠爱情吗？就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就是过来人，我觉得你们跟我探讨这些问题的人，应该都是年纪不大的人。有没有就是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到四五十的朋友？我就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认不认同我这句话？就是呃，到四五十岁的 gay，你们就明白一点，其实感情占你生活的比重没多少啊。对吧？那你天天爱来爱去的，就是小孩子才会天天爱来爱去的。你四五十的时候，你生活就很丰富啊，你还天天爱来爱去的，你爱来爱去，对不对？有些人也在表达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你们的思想年龄在多少。四五十的时候，你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员工，还有就是社会责任，怎么可能只有爱情呢？对吧？你哪怕你再爱他，你可能你都不愿意跟他去发生关系了。为什么？因为烦心事儿比较多，不是因为你不爱他了，是你觉得，哎呀，发生一次关系好累，还不如自己解决了。嗯，爱不动了。嗯，四五十就不会孤单吗？四五十会习惯孤单，他不觉得那是孤单。起码我现在啊，可能就是我现在，你看我今年才30多，但我有的时候也确实觉得孤单，就是单身的时候，我也觉得孤单，但是我觉得那是，就是就是怎么说，我真实的感觉就是今天好好无聊，好孤单，然后就觉得这一天怎么这么难熬，但睡完一觉，明天就有其他的事让你忙了，你就不会持续的2天以上孤单，能懂吗？嗯，你就会被其他的事儿给牵走了。啊，对啊，就自己解决，就是有的时候就很累啊。很多时候就是不是说你们想象的爱就什么一定要在一起，你得考虑实际的情况啊，对吧？有的人就是很爱，但是两个人不在一起生活，然后就选择分开了，因为彼此都放弃不了现在的工作和家庭，对吧？那你只能分手。有时候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一个人生活不代表着就是我想大家一定要明白一点，一个人生活不代表着就是说他生活当中没有朋友，而且一个人生活，你的生活里边也会有友谊，也会有家庭，也会有员工，也会有同事，那怎么叫一个人生活呢？就你们说的一个人生活只代表爱情吗？就是嗯，我不觉得我觉得一个人生活就是说，一个人真正的一个人生活就是你在一个小岛里，或者说你在农村里边，你不跟人互动，不跟人联系，这叫一个人生活。但是你只要有同事，只要有你，比如说你跟你父母在一起生活，那怎么能算一个人生活呢？啊，如果说单纯的你们说一个人生活就是单身的话，我不觉得单身就一定会很惨呐、单身惨什么？你用其他的事来填补自己呗。而且就是有的人，你就是着急想谈恋爱，然后没恋爱你就想死的那种人，我就想问一下，你们有钱吗？攒多少钱了？啊，买房了吗？多大年纪了？家里是不是又逼婚了？买车了吗？
周围人都开车，你有车吗？啊，父母身体挺好的。如果不好的话，你现在不攒钱，到时候有个病有个灾儿，你连钱你都没有。你天天说谈恋爱，你男朋友想跟你出去旅个游，你俩 AA 制吗？你又是个零，你又是个岁数比较大的零，你又是一个个子比较高，但是岁数又比较大的零。你这个时候你不花钱买爱情，你干什么？有人要你吗？正因为你就是想执着于，就是说，哎，我不希望用爱情去买，这个感情不是什么金钱去买爱情，所以你单了这么久，你到现在你还没看明白吗？在某些情况下，自己自身条件不足，你就稍微给别人一些补偿，因为咱们先天条件毕竟有一些劣势，对不对？你这些东西你都有吗？你天天张罗爱情，你看人家为什么那么丑，人家有爱情，因为人家舍得给对方花钱。你别管那个爱情纯不纯粹，但是人家有人陪你呢，你是纯粹了，有人喜欢你吗？你花钱也买不到吧？人家出去那个什么去夜总会 KTV，你有钱吗？啊？问你几个问题你都答不上来，是不是？你都没钱，你谈什么爱情呢？对不对？高个子零很难找吗？高个子零很难找到一啊，真的高个子零，就是现在高个子零有没有高个子零？你们跟我说实在话，你们觉得是不是比一般的小零要难找？对，就是难找，它就是难找，就很我也不知道为啥，但是私募就是我有一次在那个成都，我看到私募了，私募本人确实是好看的，嗯，就是包括他视频里边，包括他本人，我觉得都好看，嗯，就是好看，就是他很好看，而且我觉得他性格也挺好的，嗯，这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们知道司马光年吗？就是司马光年，司马光年现在可能是有了，但是你知道有一年我们去跟司马光年一起录节目，司马光年就很高啊，对，我说怎么这么高？就个性都很好。这一般，因为我觉得一都不能说绝对，60%-70%都有点大男子主义吧，对吧？他可能喜欢自己能驾驭了的。嗯，1.9米还有未来吗？嗯，去联系一下泰国那边，嗯，去结个枝，或者说你变个性。1.9米的美女可少啊，对不对？1.9米的美女这直男会非常非常喜欢啊，对不对？1.9米的直女就是直男会非常非常喜欢，就是哪怕他1.6米的直男，他都喜欢1.9米的。嗯，他想改善基因，对吧？你为什么不选店长？因为剧情里边店长啊，他是好看的，但是现实当中店长是难看的。剧情里边我那个时候是一个不懂什么是 gay 的人，所以就第一次接触这种事儿，其实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就有点崩了，所以就没选他。嗯，
雪上加霜了。就我其实现在我是这么看的，就是我觉得我喜欢的东西都很优秀啊，我喜欢的人优秀，我喜欢的物品都很昂贵，所以我觉得合适当然好了，但是如果说就是我现在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正常，因为我喜欢的东西就是那么高级，所以我就慢慢的去努力去攒钱，去丰富自己，提高自己，我觉得这很正常。就是我觉得人千万别就是不自持自己的能力，就比如说，你看我买不了房子，你看我取消限购之后，然后我看上了一个1000万的房子，真的是在深圳的市中心，户型也非常好，然后周围的房价都都大概就是说比它贵个1-2万块钱，只有它这个又便宜，然后房型又好，地点又非常好，但是它要1000万啊，首付要140多万，然后我就拿不出来。我其实很遗憾嘛，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说，哎，很苦恼，就是会遗憾，因为我觉得现阶段就是你就是拿不出来这个钱，对你就是拿不出来这个钱，所以人要自知嘛，就是你知道你现在的能力够不够匹配啊？你够不够匹配这个东西啊？1000多万，100多万，因为是首付是15%啊。现在首付这么低，你买过房子吗？首付现在是15%啊。就是15%啊。就是哎，遗憾啊，去年还30，我不知道有没有30的时候，反正今年是15%，特别是取消限购之后是15%。我是没有能力可以应凑，是可以应凑啊，就是不玩元素的法师是可以应凑，我也能凑出来，但是压力太大。你看你买完房子以后，月供就是3.5万多，然后我现在的房子是2万多，我每个月不吃不喝，我就要有5万6的那个贷款要还，然后我车贷还有将近1.5万，对吧？那你5.5万加1.5万等于7万块钱，我不吃不喝7万块钱就能拿出去，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大概1.5万左右，就等于每个月我得有8.5万的费用支出，对不对？就是他的8.5万的费用支出，你想想我现在又没有工作，不敢，不敢。很想很想很想自己有一个深圳的一个小房子，压力太大，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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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太大，只能说是哎呀，生不逢时啊，就是这个事儿，他再早1-2年，他取消限购，我都不能买现在这个房子，对不对？是啊，是啊，那个空空，我也说那个，我就说这个，他要是早点限购的话，我直接买住宅，不买我现在这个房子就好。我现在每个月的固定开销是6.5万，嗯，
如果有一个人给你1000万让你离开小大夫，你愿意吗？啊，离开多久？啊，离开多久？平安喜乐，永远离开，是把他弄死还是把我弄死？永远就是必须得把他弄死，是不是？我觉得他不死的话，我就有可能跟他复合呀。那先分呗，我就跟小大夫商量好，我说你等等啊，1000万到手，咱们就找个理由，咱俩就复合，对不对？就是分开，不弄死，两个人平分。对呀，那肯定会见面的呀，对吧？永远不见面，不可能。我觉得没有永远这个事情啊。嗯，为什么会有永远啊？你就是让我俩分开的这个人，他也不会永远，他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就觉得说白里屠夫不开心，离开小太阳他不开心，还是让他复合吧，对不对？你见面1000万就取消，那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给我1000万这个人岁数多大？身体健康吗？比我还能活吗？就是我等我等一等，等一等，好胖了，肥，我现在是那种肥，我犹豫了，在1000万和小大夫之间选择了房子。你从哪儿看出来的呀？就平安喜乐呀，平安喜乐呀，就是你像你这种人，如果说你要是找茬的话，你怎么你都能找着茬啊。就是你这种人就挺招人讨厌的，就是这个叫平安喜乐的。我不是因为别的，我就觉得说怎么的你都能就是找出茬来。你就比如说，别人造我谣，对吧？就别人造我谣，就是那个说什么我什么阳痿早泄什么的，然后我发出来，然后有人就说啊，看来是真的，不然那个前任们为什么没来做主，我们没来作证啊？你知道吧？就是会有这种人，他们就说，哎，看来是真的，不然的话，前任为什么不来证明？咱们就说有一些就是你要是想找茬，你怎么的你都能找着，对吧？那你想想哪个前任就会承认说，哎，我被百里那啥过，哎，我觉得他非常的厉害啊，给我那个就是弄得很漂亮，怎么样的啊？哪个前任会干这种事儿？所以就是你们要想找茬，你们怎么都能找着，而且就是我把它发出来，我把它发出来，其实就是一个娱乐搞笑的一个东西。有的人就非得上纲上线的，所以就是平安喜乐这种人特别多，你知道这类人啊，就非得找点事儿啊，不是说什么啊，有的人说你开不起玩笑，或者说哎你好像被说中了，你就那个什么气急败坏了怎么样？是我会觉得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来问我，完了你问我，然后就通过一个问题去了解我，或者说定义我，你谁呀？就是我想问一下你谁呀？你压根你都不了解我，你不了解我，你才通过一个问题想来了解我，但这个问题它毫无意义啊！又什么？我那个眼神闪烁了。我刚才如果说就是我没有什么回答什么延迟，你肯定会看到我眼神闪烁了，我的神态有变化，你可能会找各种各样的这个茬来证明说
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你会用到你所有学到的那些就是抖音上的知识来去找我的茬。所以就是这类的人，我就觉得你非常的，就是说，你要是对我有一个定义的话，你就坚定你的定义啊，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解释，而且就是你们对我的定义其实就是没太大没太大作用。首先，我跟你生活上也不搭嘎啊，就是说的很现实的，你的生活跟我的生活它不是在一起的，所以你怎么定义我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而且就有的人说啊，那你不怕别人造你的谣怎么样？我自认为我的那个影响力没有那么远大，就是就是很多人看了我的这个八卦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要传，没意义，我没有那么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们要相信传八卦这个人，他也没那么大的能量去把这些东西传的很有牛逼的那个点，他达不到那个点，所以说这些东西就是没太大意义，所以我只是会觉得有的时候就是直播的时候啊，没啥聊的，那我就聊一聊，意难平，嗯，所以就是哎呀，我奉劝就是大家就是咱们就是奉劝大家就是嗯就是有点下头了，有些人啊，就是做这些行为，其实有一点点下头，嗯，影响力真的很大，我的精神已经离不开图叔叔了。我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说的是有一些就是非得找茬的人啊，没意义。我没有生气，我就说这帮人就是挺下头的。我记住这个 ID 了，叫平安喜乐啊。咱们等会儿就找到这个人，然后把他拉黑。这不是生不生气的事，就是有些人他就让你觉得这个人很下头啊。现在身材真的很好，哪里好了？我这身材哪里好了？我都觉得我完全没有身材。又不是真的阳黄阳痿，角落里的猫666，图图熊，我不是熊，我不是熊，就是我现在就是属于一个不运动的一个身材发福的一个人。什么时候深圳约吃饭啊？谁呀、空空谁呀、不认识啊，咱们不认识，约什么吃饭？经常会有些人就是跟我说一些话，我就觉得啊，谁呀、不认识，撞废。我不是，我就是发福，就是身材崩了，就是崩了，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我的身材？你们怎么知道我不胖？不是，我很胖，每天喝酒，现在不喝了。所以熊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喜欢的就是熊吗？啥玩意儿？啊，我现在住罗湖，但是我想住福田。没有，
标题啥捞女？标题是那天直播的一个话题。大网红好，你好。因为我这个眼睛稍微有点不舒服，去揉一揉。罗湖老街，罗湖老街现在不都是拍抖音的？嗯，好羡慕你的对象。为什么羡慕我的对象？拥有我。做我对象我觉得挺难的。做我对象就是，呃，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做我对象其实不是挺难的，是挺委屈的。做我对象就是，是要，我生活当中挺强势的。嗯，强势的点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想吃，就是我点外卖嘛，一般都是我点外卖，只要是我花钱，我就会点我想吃的。对，然后平时呢会比较节省，然后就平时不出去玩儿，不出去玩儿，然后天天在家挺无聊的。嗯，然后花钱的时候，我要分析这个钱，有没有必要花，没必要花我就不让他花。对，不花钱可以点自己，呃，不花钱不可以点自己吃的吗？是的，就是你花钱你来点，我花钱我来决定。小戴夫很听话，但是他会因为我不带他出去玩儿，他会生气。那这不是捞女，没说这是捞女，这是之前那个直播的话题。那你有没有带他出去旅游？有带他出去旅游2、3次吧，2、3次。谁花钱谁说了算，是的。感觉你变了好多。在我心里我是这么想的，因为现在赚钱其实蛮难的。国庆没出去啊，没抢。6块钱以上的饮料不能喝。我不是说6块钱以上饮料不能喝，我的想法是说，你要自己花6块钱可以，但你要花我的6块钱的话，就是你要有节制啊，这个是我想表达的一点。就比如说，你们其实很多人其实不知道我跟小大夫的一个实际的关系，就是就一直都是我在开销。对，一直都是我在开销。然后其实家里的一个储备其实还蛮少的了。对，就蛮少的了。那你想想大家生活都成问题了，然后你天天还要喝饮料，我就觉得很奢侈的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我说的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比如说，如果说是你男朋友养着你的话，他已经过得很辛苦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又要有一些不必要的开销，所以就是你会觉得说他怎么不懂事儿？对，是这样的。小大夫去上班，他没有，他现在辞职在家，他现在也没有在上班了。
所以就是很多人他可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像我现在在家干嘛？在家当全职太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人吃外卖就可能40-50块钱，但俩人可能就要100块了，对，100块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要喝奶茶，这个那个这个，你要有自己的一些消费的情况下，那这个奶茶是不是你必要的？你们能懂吗？奶茶是不是必要的东西，或者说饮料是不是必要的？这个你们要去考虑，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柴米油盐贵嘛，对吧？我一个人上班，我也不上班，喝一次就够了。不是，你可以喝，我还是那句话，你可以喝啊。小大夫其实有的时候就觉得说我的生活太无趣了，他就会觉得说，哎，那个出去溜达溜达。咱们就说一句非常简单的一点，就是你出去溜达你不花钱吗？你出去溜达你不花钱吗？你公交是不是钱？你地铁是不是钱？你油费是不是钱？你停车是不是钱？如果说就是你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你去花这个钱，是不是有一点点奢侈？我是会觉得说，你每天如果说你赚钱，你进钱，你就哪怕你月光，我都觉得 OK。对，我觉得你月光，就哪怕你今天你赚10块钱，你把这10块钱花完了，可以。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没赚钱，你又想花10块钱，我觉得你就得去思考一下了。图图本来可以找经济条件好的，让自己轻松。性格原因，对，我是性格原因，我不是，我其实也想吃点软饭，我也想吃点软饭，我也想吃点软饭，但是我性格太强势了，太硬了，对。不是经济独立，我是觉得我的男朋友可以经济不独立，但是我希望他能明白一点，就是说咱们把钱花在有用的地儿。你们能懂吗？就是你看我现在小大夫不拍视频了，我也不管了。我之前想培养他就是做视频账号，然后以后他能独立赚钱之类的，我现在也不管了，因为小大夫他不喜欢。我现在真实的想法，我就说我养着他都行。但是你不能天天就是说花一些没必要的钱。你要是受不了我的话，好，那你就自己找工作去啊。你要是就是说想跟我好好在一起，然后花着我的钱，好，那咱们就把没必要的钱，特别是什么饮料、奶茶这些东西，我真的觉得没必要。我真的觉得没必要。你所有人大家的经济条件都不太好的情况下，然后你还在挥霍，你凭什么？对不对？你凭什么？我就想问一下，你凭什么？你要是有父母养着你，可以，但是父母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要明白这个点。最喜欢电视剧哪个角色？我挺喜欢罗永的，可人家还是孩子。是个孩子呀，没错啊，他是个孩子，我知道，是个孩子，没错。怎么了？就那个独断万古，他是个孩子，没错呀。所以呢，就是他是个孩子，他就可以乱花钱吗？是个孩子，他就就是自己对象都混得比较差的情况下，然后自己对象都没，你要说你不是我就说一句非常简单的道理，你们说这个什么那个他还是个孩子，那你想想，同样的孩子就爱喝饮料，那在你眼里孩子就应该喝饮料，那孩子还应该就是有套房，那
那我应该给他买套房，还是你应该给他买套房？啊？那你觉得他是个孩子，他做主播，你是不是得给他打个赏？哪有那么多应该不应该呀？啊，就是你什么孩子该喝饮料什么的，这个是什么鬼逻辑啊？那我觉得你这种思维就是孩子可以在高铁上乱喊乱叫，因为孩子他就是多动，所以你管不了他，所以孩子就是孩子，孩子小的时候可以小偷小摸，你这个不是一个，对不对？它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啊，对，是个人原因，不是。不是孩子喝饮料，我觉得这个不成立啊。对，我给他买了一辆车，是的，但是现在车卖掉了。距离好成熟，他在睡觉啊，哪有应不应该的呀？他还在睡。你们别说图图，你们有几个能给对象买几十万车的？我只是给他付了个首付，我给他付了个首付，但是现在，车又让我们卖掉了，因为没钱，我们就想着说没钱。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个凡人歌？你们看不看凡人歌？其实我们最近看那个电视剧，我们就觉得挺像的。我其实有点像娜卷，小大夫有点像那个，小大夫有点像那个李小月，然后其实我们卖车其实跟那个就是纳伟其实是一样，就剧里的男主角不就是买了一个宝马车吗？后来，然后他就是剧里的那个人他是全款买的，但是他生活上产生了一些变动，所以就是他就把车卖掉了。我们其实跟他们一样，就是我们会觉得说经济条件不好的情况下，他又不上班了，所以我们就把车卖掉了。而且就是卖掉之后他也不用还贷款了，而且你看看他又不上班，养着一个车干嘛？对不对？大卷最后一幕，两个人见面不说话，擦肩而过，装作不认识，也有点意难平。新潮爱情故事没看，受众群体不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年龄层可能有点老了，我不太喜欢那个岁数的那个剧情。我觉得我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我看了那个剧，我觉得那个剧的那个年龄大概在35岁到45岁之间。我认为的35岁到45岁之间的 gay，要有很强的事业心，就是那个剧有点，就是在我的认知里边，我觉得不太，还专辑还有，
不干了，不干了。凡人歌这样的大剧不见得没强，没强，江天没强。这现在没强，你像他们那种拍摄1集都得100万，也不到100万，但是1集50万差不多。他那个成本1集得50万，我觉得差不多啊，50万，也估计有100万吧。我觉得那么多演员，50万到100万了，1集哦，那是1集的量哦，至少的，都50到100万，因为它是40分钟，然后又有那么多工作人员，然后包括演员的那个片酬，我觉得至少得有差不多100万了。拍剧能赚回来吗？我们拍剧啊，我们拍剧是别人投资，所以谈不上赚不赚回来。对啊，我觉得1集100万差不多，张若楠，我们一个2小时的一个东西，我们要花100万左右，2小时的东西要花100万，也就是说20分钟1集，我们拍6集就要100万左右，所以你看我都是10分钟1集，这样能多放点集数嘛。但是其实如果说是20分钟的话，我们只能剪2个小时的，大概6集嘛。好呀，开心。我那个专辑还有，没想到成本这么高。你们就仔细想想，樱桃它片酬，我觉得至少，它每一集的片酬至少得80万，应该有吧？80万，50万吧。你电视剧可能就是便宜点，50万1集，10集500万。它大概有10集，不是，它有20集，它得1000万，它的片酬就得有1000万，就是贵。芝麻的剧情是真实经历，但是有改动。改动的点是我是1，然后我演个0，这是改动。再一个，我觉得你们看这个剧，为什么我自己演0？我觉得你们觉得一个1感情这么变动，你们会觉得他不是1，对。就是我们最近就在看那个《凡人歌》嘛，昨天终于看完了，看得特别生气，然后我就跟小大夫就是说那个纳俊和这个李小月的故事，然后我就说他，我说这个李小月跟你的思维一模一样，因为小大夫的思维就是跟李小月是一类人，因为小大夫就会觉得说他还年轻，他要体验生活，他要劳逸结合。但是你像我比他年长一些，我就知道其实好的时候，就你年轻的时候就那么几年，你要是不想着攒钱的话，你过了几年之后，你会发现赚钱越来越难，或者说你得有人生的储备，你不能说你有多少钱你就花多少钱。然后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我也没有，我其实是想改变那个小大夫的，但后来我发现改变不了呢，因为我觉得他还年轻嘛，他觉得生活没有这么多的那种强制自己特别上进的一个必要性。那我就说，那我自己忙碌起来，但是他又会觉得说我可能对待感情忽略了感情之类的，所以我就借着这个剧，我就说他，我说你不想前行，你对象想前行，你对象前行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你，我说你偷着乐吧。我昨天我就在说他，我说你现在不工作了，然后现在跟着你男朋友，你男朋友在深圳有房有车有存款，然后生活上不用你一点操心，吃喝咱们虽然说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比大多数人强。我们吃个外卖都得100块钱，然后用钱也给你拿，然后就是你有什么一些帮你规划未来。我说你还需要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生活不要太无趣。我说你生活的丰富性其实大多数来源于就是体验新的人和事物，体验新的事物很容易有一点就去花钱了。我说现阶段中国的经济这么差的情况下，咱俩又没有工作的情况下，然后你又要去享受生活的多彩，我说这个怎么可能？你必须得有个取舍。就像是我记得曾经我给他买车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我给你买了车，我给你付了首付，从今以后无论是你还是我，咱们要节省一点，不能每天喝饮料了。他当时听进去了，后来还是没有去做这样的取舍。在我的心里我都会觉得说买车可以，那以后咱们就节省一点，就把这个费用咱们尽量都让出来，或者说就是让这个，你不能说买了车之后你又同时要去享受之前的没有影响的物质生活。但是他实际上他就是我跟他说他也答应了，但是做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对，所以就是年纪小的人他就不会想这些东西，他就会不理解。我一开始我会觉得说他可能是装不理解，现在我会发现他真的不理解。对，他真的不理解，他经常会说一些就是奇怪的一些话题，然后让我就觉得说对，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我又就是有一些小动作嘛，我现在就是钱又花出去了一部分，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的外卖不能那么贵了，我说因为之前我们的外卖是150，一顿外卖是150，我们每天大概吃2顿，就是大概每天吃饭都300块钱。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现在没钱了，咱们要节省一点。结果就是这2天他就说想出去玩，我说不出去玩了，我说咱们要节省，我说房子我都没买上，我说要节省一点。然后他点外卖，然后他就想点就是总价大概100多块钱，我说太贵了，咱们节省一点，他就有点不愿意了。然后我说那咱们吃个麻辣烫吧，因为深圳的麻辣烫2份还要50多。然后我就说那点麻辣烫吧，然后他说50多太贵了，咱们不要点，咱们要节省，就阴阳怪气的损我。这阴阳怪气，我觉得这你知道，他就阴阳怪气了，他就开始我也没办法说，这没办法说。自己做饭也不知道做啥。
就是小大夫有的时候会跟我耍一些小脾气，但是他要把我惹急了，我就真发火了，他就消停2天。你们那麻辣烫才13，这边基本上都25、6吧。是的，深圳做饭也要这个价。就你们说的这个做饭，其实深圳做饭很贵的。就你们不懂，因为你们没有在这种1线城市生活过。你们要知道，1线城市它消费就是贵，它就是贵。你们可能不能想象，就是说，做饭，不比那个吃外卖节省吗？其实并不是，并不是。这种消费观会随着它，对，就这样，深圳就这样，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会，特别是有的时候心情也不好，你像我前一段时间没买上房，我心情就不是特别好，我就不愿意那个，小大夫就是要的比较频繁，就非得那个，我就没心情啊，然后我就一直不吱声。后来有一天我心情特别不好，我就自己飞了一下，知道以后特别生气，特别生气。他就说你有对象你怎么能这样怎么样啊？就是特别生气。我说我真没有心情啊！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对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自己就是放松一下，对不对啊？放松一下，谁都生气。图图是被合伙人欺负了吗？看你负债那么多，我做生意是亏了一些钱，但是我觉得这些钱其实是我应该亏的，而且我生意里边其实是没有合伙人的。第二点呢，我亏了那么多钱，其实都是房贷。你看我现在，我那个视频上说我亏了200万吧，还是230万，其实是因为，我房贷还有140万，车贷还有60万，然后最近又有了一个贷款，60万，就大概就是200多万，都是贷款。咋还要买房？我们这个年纪不买房买什么？买爱情吗？买什么车？60万买了3辆车，所以60万。买了3辆车，所以60万。压力不小，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什么呢？我们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说，现在的生活不至于说让我们特别饭都吃不起了，其实生活还是会让我们有一点点紧迫性，但其实那个紧迫其实就是态度。如果说你态度上，你告诉自己可能现在不如之前了，要节省，其实你就能节省很多钱。但如果说你态度上你都没有那种就是那种紧迫感的话，我觉得这个钱肯定省不下来。现阶段就是有这么多的贷款，就是你的存款也就这么多，然后现阶段经济又这么差，2个人又没有工作，所以我们只能等待时机，等有更好的一些赚钱的机会。这个过程只能等，你不能冒进啊！就是比如说，你趁这个节骨眼你还去做生意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理智的。
至于说赚钱，其实我为什么不让小大夫出去赚钱？小大夫现在的能力每个月只能赚5、6千块钱。我觉得这个5、6千块钱没必要，我就想让他在我身边，然后帮我去做自媒体，我觉得比这赚得多。再有呢，现在深圳也特别卷，996啊，然后加班呐，事儿特别多，事儿特别多，所以我就说，哎呀，不要让他去上班了。他现在就是5、6千块钱的一个能力，所以再等一等，是不是省出来的？对呀，我说的就是一个就是子玉，我其实说的很简单，我说的省钱其实是你的一个态度，就省钱其实是一个态度。对你没必要，可能对他精力很重要啊，工作可能教很多人事情。是啊，他又不是在我遇到我之前他没工作过。就你们不要杠啊，不要杠，他刚辞职，他不会说是因为他辞职了以后他就丧失了很多能力了，他就一下他就啥也不是了，只是这个节骨眼儿我不让他去工作，因为事儿比较多，然后赚的又少，等未来经济好了，他想去工作可以啊，去啊，而且现在就是2个人的生活呀，2个人的生活你们要记得，特别是谈恋爱，谁也逼不了谁，就是再强势的人也逼不了任何一个人让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对，其实是我们共同商议的结果。所以就是你们说的那些观点，可能你们那只是你们的观点，事儿教人一下就会了，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就是单纯的会觉得说，我也能养得起他，我也能养得起他，然后我希望他，能够节省一点，橱窗里的金豆芽银，金银，我比较理解图图亲身经历，理解哪一块啊？杨峰，你理解我哪一点？橱窗里是我的橱窗吗？我有这些东西吗？我不知道啊。你们要是想支持我的话，你们就买这个东西，买这个东西。就是你买这个东西，这个好吃，这个是好吃的，买了，就买这个东西。感觉2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忙才是最好的状态，都有自己事情忙，然后忙着忙着散了，是吗？都有自己的事情忙，忙着忙着散了。最好的状态，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俩人就是都可以赚钱，然后共频，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状态。小大夫可以开个诊所，有一些评论区咱们都不知道怎么回复，这个就是我评论区里的那个东西啊，我不是评论区，我这个带货的这个小商品，它其实是一个羊奶的一个奶制品，然后打开它是一个一个小包装的，
然后这里边全是羊奶和那个就是草莓干儿，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那个干果干儿，就是它其实口感稍微有一点点酸。为什么酸？它是有这个有一些干果的，这个就是草莓有一点点酸。是酸的，然后吃起来奶味很足，很软，因为它有草莓酸甜，它不是羊奶的甜，它是草莓的甜。大家感兴趣可以买一个尝尝。是这样的包装，我已经吃没了，买了2袋。最后一个，有一点点酸，对，有一点甜，有一点酸。咱买上可以拍一下。好吃吗？对于我来讲哈，因为本身我喜欢吃酸甜，我觉得还行。如果它不好吃的话，我也不能吃2袋。但你要不喜欢酸甜的东西的话，你就不要吃。你就不要。它其实有一点点，它配料表里是，这也是那个棉花糖，然后羊奶粉、黄油、奶粉、葡萄干、南瓜籽，你平时抽烟吗？我累的时候会抽。我累的时候，比如说我喝酒应酬，你知道，就是男的喝酒就是特别磨叽，然后一到那个5、6个小时之后，我就不行了，喝多了我都会来一根，包括拍戏，有的时候把我累的特别难受的时候，我会抽一根。但我只是抽烟是不上瘾的，但抽烟牙真的会变黄。给他引流，他压根他都不想做。你看我最近我就没催他去拍视频，因为我发现很多东西不是我催他去做的，我催不动，因为我经常催着，然后我就忍不住开始骂他，骂完了以后俩人还影响感情，他做的东西还不行，何必呢？我让他做这个东西干嘛？随便他，我觉得，地址在哪里改了没找到，我也不懂。
他自己不想多，我这没办法。我最近我打算拿点钱出来炒股，我拿10万出来炒股，谁都别劝我啊，我尝试一下，谁都别劝我。炒一炒，你买了1.5万，啊，可以的。炒一炒，试一试，学一学。行了，我不播了，有机会咱们再见吧。然后可以，我买了3万，啥时候买的阿军？然后大家可以就是评论一下新的那个抖音。我34岁，评论一下新的抖音。就这样，拜拜。